大家是否有经历过，当你逛商场购买衣服、鞋子或网上购物的时候，商家们都很大胆地打出30天不合用都能退货的口号。这时，我们都毫不思索地买下我们心仪的商品，因为不用承受任何的风险嘛，若不合适，回去退还就行了。然而，进行这退还策略的时候，一个精密的商业盘算正在背后发生着。你以为占到便宜，其实业者赚得比你还要多。今天将会带大家一起了解并解开这神奇的行为心理。很多网店的新手们常常担心，一旦设立了这退货的政策，消费者就会随意的退回自己已经购买的商品，不但无法从中赚取收入，而且还要付出额外的物流成本等等的，变成了做一单亏本的生意啊。然而，不少商家或网店仍然制定了这一套退货政策，一般为期为7天或10天，有些网店更实行了30天无条件退货退款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呢？难道他们就不怕大部分的顾客打开了或使用了商品后退货，导致他们血本无归吗？事实证明，这完善的退货政策不但可以为他们的网店或店铺带来直接的收益，当中还隐藏了消费心理学，更可以刺激回购的行为，进一步的提升品牌的影响。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好，我是 Carson， 一起探索生活里的营销心理。这是一个带你了解事物的本质、提高认知、开拓眼界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知识分享内容，记得请订阅这频道，打开小铃铛。之后如果有新影片上架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关于为何商家愿意冒这个风险来进行这30或90天不合用都退货的政策时，我们不得不聊一聊消费心理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用户心理，叫做损失规避 （loss aversion）。在说明这心理之前，先跟你们玩一个游戏。当我往上抛一枚硬币，并落在我的手掌的时候，如果正面向上，你就能得到1万块；若背面向上，你就输掉了1万块。好，你想一想，你是否愿意来跟我赌上这一把呢？理论上来说，这个赌局的输赢的概率是各半的。如果学过概率论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我抛的次数够多的话，那最终结果应该是接近0和，对吧？是一个绝对公平的游戏。然而，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95% 的人都不愿意玩这个游戏。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硬币出现正反面的概率是相同的，但人们对于失去比对于得到的要敏感得多啊。也就是赔掉1万块的时候，承受的痛苦比赢得1万块所得的快乐要高出许多。这就是消费心理学中著名的损失规避效应。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们损失1万块时的郁闷，几乎相当于赚得2万块的快乐。也就是说，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需要相当于2倍的快乐才能够得以补偿啊！损失规避的心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说，你在路上捡到100块后的开心，可能远远不及你丢了100块时的那个郁闷。再比如，你炒股票时，会不会觉得，如果你赚了1万块，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但是赔掉1万块的时候，你那小心脏真的疼得要命啊！那损失规避跟退货政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商家是怎么运用到商业策略中。损失规避的方法有3种，分别是避免、打消和放大。而今天我们将会探讨的是商家常用的打消顾虑和放大损失这方法上。当网店的退货政策越宽松，顾客越乐于购买这些产品，因为这就能有效地降低他们购物的风险，可以大大地减少顾客首次下单的不安感，促使他们按下购买键，直接为网店带来收入。这完善的退货过程不但能提升顾客对商铺或网店的满意度，而且还能让消费者乐意的回购，或者是增加每一次购物的消费额，促进商家与顾客建立长久的良好关系。聚美优品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化妆品电商平台，曾经聚美优品事业部的总经理为了打消消费者的损失规避，聚美推出了30天无条件退货，即使是拆封使用之后，也允许用户无理由退还。说实话的，这样的玩法简直就是赔钱嘛！有一次亲自到库房看到一大批刚刚开封，只用了一点点，几乎是全新的化妆品，全都被退回来了，堆得满满的一地啊！曾经一段时间，每个月光退货的金额就占到整个聚美总营收的1%。说实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损失。但是也正是这种敢于承诺的策略，很大程度上的打消了用户对于假货损失的疑虑，给聚美的早期成长奠定了一个很强的基础。
也就使得这公司在创立很短的时间一跃成为化妆品 B to C 电商的第一，并成功在第4个年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敲钟。所以这就是利用用户损失规避的心理，消除损失顾虑的真实案例。再深入的看这效应的本质，它有多强大的影响因素呢？这效应说明，先让消费者体验拥有这商品的机会，从而让我们感受拥有带来的满足感。当我们拥有了这产品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对其产品产生感情。即使之后我们感觉商品其实并没有如想象般的满意，也会倾向想继续保留它。换句话说，延长退货的期限虽然有帮助于降低消费者退货的急切性，但这也间接的使我们延迟退货的决定，到最后放弃退货的念头了。而我就发现，在使用 Netflix 的产品后，我本身所面对的问题就变了。这次不是像起初那样考虑要不要付15美元来看，而是要不要付15美元来继续看，而避免放弃的使用。有的人会不愿意付出市价来取得某样东西，但更多人愿意付出相同的价格，只求不会失去啊。这也是连接到接下来商家们惯用的另一个方法——放大损失感受。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想 uninstall antivirus 的时候，经常会弹出一个弹框，提示告诉你，如果你 uninstall 了以后，你的电脑将会彻底的失去防护，面临风险。往往呢，这个提示框的颜色非常刺眼，文字也非常的夸张。说白了是怎么样呢？就是恐吓你嘛，不让你 uninstall。或者是保险公司经常在活动期间免费送保险，这样的保险叫做增险。增险的保险期间一般都很短，比如1天、1个星期、10天，或者是1个月等等。其实客户并没有投过任何保险，他不会有任何保障的这种概念。如果得到了一份增险，明确的告诉他，你从现在起到10天后拥有100万的意外保险的保额，他就会有了这种概念。当10天后短信提示他，你的100万意外保障即将失效，用户就会有一定的失落感。如果这时候附带一则讯息，每个月只需付20元就能享受100万的意外保障，用户会为了维持之前的体验，会甘愿的付出经济的投入。虽然这种小把戏对于下定决心要拒绝的用户来说用处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却比较容易被吓到的。你就可能会想，电脑里那么多重要的文件，如果中毒了就麻烦了，对吧？多一个软件也没什么，要不就留着先吧。或者是我的生命就只有那么的一回，每个月多付一个20元的保单也不算多嘛，而就投下了这份保单。所以放大损失的感受也能有效的引导消费者的行为决策。看透了这效应的本质后，你发现了身边有哪些事情是损失规避的吗？如果有的话，不妨在下面留言，让我们一起学习吧。如果跟踪我的频道有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发现我们不单只研究营销或社会的心理学，也会分享身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如何把各式各样的营销心理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说回损失规避，更多延伸出来的一个点是，用户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东西，往往是更珍惜的。对于白白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看重。在《上瘾》这一本书中，如何让用户上瘾，其中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让用户付出行动。用户一旦付出行动，就相当于在产品上付出了成本或者是金钱。虽然刚开始的成本很小，但是有行动才能有下一步。产品就是要不断的让用户付出行动，累积成本，最后让用户上瘾。从这一点还可以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让你在意的人，或者如何让陌生人快速的喜欢上你？这个对于单身的男士，或者对于职场新人都非常的有用。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损失规避的原理来分析，让人快速的喜欢你最好的方式，不是一味的献殷勤，或者是无私的帮助他，而是反过来让他来帮助你。如果你不断的去献殷勤，你去帮助对方的话，这就相当于白白的给他优惠券，那对他来说并没有损失。由于人类对收益并不敏感，所以他就不会在乎。相反，在乎的是你，因为你付出了成本。在爱情里常常说，谁先认真就谁输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付出更多的人是更放不下的，而如果这时候是他来帮助了你，那么就是他付出了成本。由于损失规避，他不会不喜欢你，因为他不想自己的付出白费，所以慢慢的他会喜欢上你，至少不讨厌你了。当然，这你要注意的是，你找对方帮忙的时候，稍微要有技术含量一点啊。如果是那种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对方可能认为你是找茬的嘛。好了，这就是损失规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由于人们倾向对于损失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学会换位法，将自己带入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中，考虑自己可能的决定，学会从得和失这2个角度来看问题，从而平衡损失规避心理造成的影响，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你理解更多关于行为心理学的知识，更理性的去看待事物，从而在生活中做出更多利于自己的决策与正确的判断。让我们一起学习以及不断的自我成长，进而变得更加的优秀。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记得请点个赞以及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哦。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类型的知识影片，建议你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当有新影片上架时，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下星期再见，拜。